完了，大胖媳妇把我爸整丢了，落加油站了。你咋寻思的？我不知道。我在悉尼出差，昨天回家，然后我爸呀在完成他工作生涯的收官之作，写完了一本书。大胖媳妇呢就说要给我爸来一个大大的庆祝，要去一个北京附近的一个就是风景宜人之地，他带着孩子们去那里，让孩子们听他们的姥爷亲自读出自己亲笔写的关于铁岭党史的呕心杰作。我呢一听，我寻思说不定我爸在这个荒郊野外读诗，大胖媳妇又得有点什么段子。我说可以，挺好。所以我们就定的早上，我从悉尼回来，下了飞机直接去那个地方跟他们会合。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大胖媳妇就带着我爸还有俩孩子出发去梨树沟了。然后路上呢，我爸就睡着了。中间他们就在这个加油站加油，大胖媳妇就带俩孩子上厕所。他们下车之后呢，我爸起来也去了，就没回来。大胖媳妇上完厕所带俩孩子上车，也没发现车里少个老头，油下就开走了。我爸的手机、钱包都搁车上。然后我是比他们早到的，我早就在梨树沟等着这一家人，开启一场关于我爸这个文学生涯的里程碑盛典。车来了，门开了，一顿拥抱，我看到了我的大胖媳妇和孩子们，唯独没有我爸。我爸呢？看到没有？啥玩意看到没有？大胖媳妇辩解呢，她说你爸他上车就睡着了，没声。我从加油站厕所出来，我要开走的时候，我还问俩孩子，我说每个人都在吗？翟奥达和张大铁都说我在，那你爸也没说他不在呀，我们就又开车回去接我爸。到了加油站，老头坐那儿一个点了，4个人让他加过92号满箱。虽然司机不咋地，但是最近我们在试用的这个车不错，这是新款格瑞维亚 MPV， 开着4驱走弯路，大胖媳妇都很酷。一汽丰田大厂品质，无需充电，没有焦虑，说走就走，空间大又舒服，安全感满满，太适合我们这人多的大家庭出游了。见着我爸哈，我都很少见着这个知识分子这么生气。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哪找不着，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没事。你丢赔不输赔。你使远点，这个丢赔。结果我没想到张大铁学英文学不会，学东北英文学的老快了。你别老就这么擦，你咔咔咔咔，真不经抄的，红了都。你洗就赔吧，你这个猪胚。哎，你们知道外国人跨年的时候有个亲吻习俗，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在跨年的钟声响起的那一秒，要在烟花下亲吻你身边的人，不管是谁，就是抓离你最近的那个人。在他们的文化里，就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可能就是寓意上是预示着新年的好运呢之类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然后今年呢，12月31号的晚上，我正好在一个剧组拍戏，我答应了大胖媳妇11点半我应该能到家，但是剧组呢他一直有延误，就没有准时收工。到11点45了，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我说咱俩今年跨年没戏了。大胖媳妇说那我的一吻跨年呢？我烟花都准备好了，年年都有这个仪式，你今年也必须履行。我说一吻跨年肯定没戏了，我就是现在离开，我回家也赶不上跨年了。他就非常不高兴，但这玩意儿有讲究，他又不能放弃。于是在我的手机监控录像里，我就看到这个男人从11点50分开始坐立不安，仿佛一个走上绝路的猛兽在倒计时中寻找他的猎物。我才明白，绝望中的人与兽都是饥不择食的。他可有心眼了，为了不打草惊蛇，他11点55开始坐下跟我爸瞎聊天。为了让敌人卸掉防备，他搬起自己脚丫子给我爸看，问我爸为什么我的灰指甲开始歪着长了？我爸还低头仔细给他看呢，说你这灰指甲就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有点往北长了。已经见好了。他利用着我爸对他灰指甲的关切，11点59分59秒，把老丈人一吻跨年，一吻跨年。喂，我要离得远点。好，喂，过年好。哎呀，这是为什么？亲完之后发现忘记了烟火，于是他点起了烟火，在绚烂的烟火中把老头又亲了。过年好。这跨年我在剧组里还挺开心，因为毕竟有我爸替我负重前行。我在剧组里还收到一些跨年礼物，其中这个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心形礼盒特别好，里边都是便携装，平时出门很方便，一天一条，4重蛋白配方，长时间补充蛋白质，很适合我这种没时间补充营养的妈妈。还附有祝福彩条，聚会带上很体面。半夜2点多，我终于回家了，一开灯，大胖媳妇瞪俩大眼珠子在那等我呢，生气了。我说生啥气？我爸也让你亲了。他说我亲完你爸，我又仔细查了一下，跨年一吻，你吻的是谁，就寓意着新的一年你和这个人有更亲密的关系和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我和你爸再亲密下去，对谁都不好。然后他这次真生气了，咬准我没有履行诺言。元旦那天早上手找行李要走，我看这一个大行李箱一个大书包，这是完全是要回娘家的架势，就要走。哎呀妈，那出让他给你整的，你以为他要回加拿大呢？我都害怕了。结果一问，人家要回铁岭找我奶，他说他都打好招呼了。今天早上给我奶打的电话，说踩人欺负他，我奶亲口跟他说的，说大胖小你回奶家，奶给你做主。社会替人，
娜娜要保护我，还甩给了我一句狠话。要不是我的新车被上缴了，我现在都不用在这等车跟你废话，我早已扬长而去，甩你一身悔恨。我老公看中医把人家老中医整疯了，人家说他痞湿痞寒，他说他只是屁多屁臭。是这样的，大胖媳妇平时吧，她不看中医，她甚至都不看任何医，她就活的吧无比的健康快乐。但是呢，她有个外国朋友在一个中医馆办了一张卡，最近要回国，就病没看完呢，人走了，就把剩这2200块钱的中医卡给了大胖媳妇。大胖媳妇手拿着这个中医卡，就实在是不忍心浪费，问我要不然就去看看病，万一有呢？结果大胖媳妇就去了，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中医问诊，她完全不了解情况。然后这医生给她把完脉，就开始慢慢问各种问题，很多问题。你最近吃饭香不香啊？饭 rice 香不香？大胖媳妇看了我一眼，跟医生说：盖饭香，炒饭香，黄焖鸡米饭香，有点菜汤都香，纯大米饭的话不香。医生，我饿了。我喜欢排骨肉、大盘鸡、羊肉泡馍、饽子，你有吗？我回来。然后医生问：你爱吃重油重辣的东西吗？大胖媳妇说：看菜，毛血旺我喜欢重油重辣的，但你说像小龙虾哈，我其实喜欢无香的。不是上的什么上？好吃。真香。然后问了众多问题之后，医生说：你呀，应该是痞湿痞寒。大胖媳妇看着医生，尴尬地说：我只是屁多屁臭，我极少遇到屁湿的情况。他那个痞湿非常严重。我就是脾肚脾臭，脾肚脾臭。然后医生就觉得他有点毛病，然后大胖媳妇也觉得医生有点毛病。都聊到这儿了，大胖媳妇问我：这医生也太唠嗑了，唠20分钟了，啥问题都问，他咋还不看病？我才明白，这个中医问诊时候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就是问很多问题来了解你的身体情况，而不是像西医是靠测血呀、排片。这些大胖媳妇她完全不知道，她以为看病一直都没有开始，只是遇到了一个很义的医生，在看病之前想跟他先交个朋友。我说你仔细思考医生说的话，严谨一点，别瞎回答，这都是诊断你的依据，好好回复，明白没？他说啊，都看着病了，好好。然后医生最后一个问题，对了，你那个大便容易成型吗？大胖媳妇看看我，又看看医生，思考了很久，容易成型吗？那玩意儿我也没捏过呀，我也没捏过呀。然后医生给他开了一次针灸，原来他对针灸也是有一些误解的，他以为针灸扎进去就完事儿了，但是那医生每隔一小会儿就会过来转一转他的针，这是人家的手法。但大胖媳妇以为这个医生他就是多动症，没事就过来鼓捣一下这个针，人家医生搁那拧针呢，他告医生别玩，别玩啊！回家我发现真给他疼够呛，裤子都湿了。我说你赶紧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咱家最近新换的三星 AI 爱神，有更聪明的 AI 泡泡镜，能感应衣服面料来出泡，洗得更干净，还能省70%能耗。食品级蒸汽除菌，洗完就红，干干爽爽，超薄嵌入设计，不占地方，容量更大，颜值还高。医生给出的治疗方式有3个，3管齐下，一是针灸，2是食疗。医生说回家之后15片黄芪炖1只鸡，连吃10天。大胖媳妇听成了每天1片黄芪炖15只鸡，连吃10天。大胖媳妇说我觉得我最多一天能吃9只鸡，9只鸡。最后一种治疗是摁肚子，医生说这3种一起治，能改善他的脾寒脾虚。我控制不了，脾多脾臭，我意思。张大铁现在去不成加拿大，全赖温迪。我老公2个月之前不是找到了在加拿大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和他的对话呢牵扯出来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所以我们最近呢就在办这个去加拿大的手续，准备见一下他的亲生父亲。我和张大铁呢作为中国公民去加拿大需要办签证，我们要办的这个叫探亲签证，需要你去探的这个加拿大亲戚给你签署一个文件做担保。我们当时趁着温迪还在的时候，就把这个文件给他打出来了，让他签。温迪不是今天因为这个事儿给忘了，要不然就明天有啥事给耽误了，一直没签。他都回加拿大了，我跟大胖媳妇发现他到走都没签，大胖媳妇就给他妈打电话要现场视频看着他签，逼得温迪终于说实话了。他说我不想签，我害怕。你看我作为探亲签证的担保人，我这个担保书啊，前面倒没啥问题，我温迪啥啥啥，出生哪年哪天，住在哪个街区，工作在哪儿，这重要信息都给他列清楚了。但最后一句话是我邀请谁谁谁和谁谁谁来加拿大，并承诺在此期间，我担保对象在加拿大产生的所有消费都由我来承担，有问题全找担保人。I don't feel comfortable to 担保你和张大铁在加拿大的所有开销。你们花钱大手大脚的，万一来加拿大你一咬牙买个房，你走了，我在这给你还房贷，你一咬牙全咬我身上了。我同事就给人担保过出过事儿。我说温迪，你讲讲良心，你来中国探亲前我可给你签过字儿。温迪说对呀，但你也真承担我所有开销了呀。但是你放心，我不是不签，我只是要把风险转移给我老公布莱恩。我跟他聊完了，他挣的比我多，他担保，这2天我给你办完。布莱恩好说话，说我担保，说我就银行卡里2000多刀了，牙我都没有了，你爱咋咋地。然而2天后，温迪的律师告诉他办不了，因为在法律上布莱恩跟大胖媳妇没有关系，跟我跟张大铁就更没有关系，没法担保。我说啊，他俩不是继父继子的关系吗？温迪说这事儿确实我整岔。当年布莱恩跟我结婚的时候吧，Jamie 才4岁，我律师当时就跟我说，布莱恩要对我儿子进行一个正式的领养的合法手续，需要花30多刀了。我当时寻思婚都结
了，他还能不养吗？我花那钱干啥呢？就没办。所以里外里呢，布莱恩和大胖媳妇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10几年的2个邻居。温蒂说，所以这个事儿咱现在想要给他办成，就只能这样了。我寻思那他就赶紧签呗。温蒂说，只能让布莱恩抓紧时间领养大胖媳妇。布莱恩也懵了，说行，那我就领养。我总公司老板前年跟他媳妇从亚洲领养一个小孩。抱回来的时候12斤，那家跟所有人显摆。他嘚瑟啥呀？我现在也从亚洲领养一个220斤，刚过完40岁生日，头发都白了。我白发人领白发人，白发人领白发人。然后一打听，成年以后的领养流程十分罕见，手续需要好几年。布莱恩跟大胖媳妇说，你抓点紧被我领养，别等我走了还没领着你呢。我责任感挺强，那到时候只能领着你走了。大胖媳妇也挺不解，跟我说，我本来想去加拿大认亲爹，结果还得先认后爹。你说我这个命，没有爹的时候吧，一个都没有；一来爹吧，赶一块堆来了。我2024命里犯爹。这龙年跌跌撞撞，跌跌撞撞的，我就寻思，我还不想去别人家住呢，睡也睡不好，醒来就腰酸背痛，不像俺家有顾家撑腰床垫，不愧是杭州亚运会官方床垫供应商，这双重撑腰结构加倍撑腰，啥体型都能睡，天然好眠超舒服，晚上睡好了，醒来才有劲面对俺家这风风雨雨。最后温蒂把字签完跟我说，彩玲啊，这个事儿呢，它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流程，反正这个字儿呢，我暂且是签了，但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别出去跟人说啊。我说放心吧，我能跟别人说吗？你俩签字了，但是咱谁也不跟谁说啊。谁不跟谁说啊？